这里这间504就是传说中的管庄凶宅。大家好，我是邓侃。之前管庄租房灵异事件那期节目里啊，咱们讲了一位楼主小姐姐在这个房子里啊，夜晚发生过许多怪事。6月份的节目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么最近我在某书上啊，又看到了几位在这里住过的当事人啊，也声称当年租房时发生过一些怪事在里面。我听说呀，管庄这附近嘛，租金大概现在是4500块钱左右一个月，而这家呀，现在1500左右，房主都租不出去。所以我今天啊，带大家探索一下这个房子。那么我们就略去这个地址不表就从外面看一下，因为我们进不去嘛。刚一走进这楼道啊，面前阴冷的色调、灯光就令我感到一丝诡异。简单的大家回忆一下这起事件。因为楼主小姐姐2019年的时候租下了这里的房子，她说因为这栋楼啊没有4楼，所以虽然按的是504，但实际上是4楼404。电梯按钮显示啊，确实是这样。入住后，她感到浑身不舒服，半夜还发现猫眼外有人看自己。家人来到这儿看她，无论是小侄子还是父母，都发生了情绪失控等现象。她做噩梦，梦里有人勒自己脖子，还梦见有个女人站在窗边看自己，是那种特别真实的清明梦。这栋房子的装饰啊也奇奇怪怪的，房内全都刷成了纯绿色，还发现了诡异的符咒，怀疑是死过人。最后啊，那期节目咱们说了，他宁愿放弃押金也搬离了这里。大家看，就是这间房子。楼主小姐姐告诉我啊，这里以前挂着一个小圆镜子，似乎是辟邪用的。然后墙上这些胶印啊，以前曾经贴过一些符咒，现在看来啊都已经撕掉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房间呢？因为前不久我在某书上看到有一些网友讨论这里居然有人也曾住在过里面，并且和楼主梦见了相似的恐怖场景。这位小姐姐我们就称她为 A 吧。 A 说她的一位关系很密切的学弟曾住在这里，他们怀疑里面这个脏东西啊是个吊死鬼，因为学弟以及一个借住在这里一晚的朋友都梦到了一个女的吊死在窗前，晃晃荡荡的伸手够自己。这就非常巧了，咱们之前这期楼主小姐姐也一样啊，当时也是租住在里面，梦见窗前有一个恐怖的女人。 A 继续跟我说，学弟住在里面啊，时间长了被弄得疑神疑鬼，生活特别受影响。我们去寺庙给他请了符咒，找了一位懂行的老奶奶。老奶奶说，所谓的脏东西啊，如果一开始凶，后面轻，那就说明没什么问题了，化解了。可能他原本阳寿到了，就准备转世投胎了，也就放下怨念了。可如果一个脏东西一开始轻，后来变得越来越凶，这就非常危险了。这个房间里的家伙呀，就是这种情况，说明啊，这个东西心愿没有满足，或者有特别的执念，想要开始害人了，而且一定要害够了人才作罢。他们问了房东为什么不找人化解啊？房东说光镇压就要花几万，找人超度啊更贵，舍不得花这个钱，所以一直拖着啊，就继续租给别人。有大师说啊，万一遇到了有缘人或者八字硬的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里面这东西啊越来越凶，一开始只是闹腾，逼着租户们一个一个搬走啊，当然我们的楼主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啊。可接下来就越来越凶了。A 说他们当时和一些过往的住户啊沟通，大家普遍反映是这房子里这个所谓的厉鬼啊是个中年妇女啊，35、6岁左右，中分，长发到胸前。早先几年那些住户啊还只是梦见她在窗边张牙舞爪吓唬人。A 的朋友入住的时候啊，就已变成了吊在窗前晃悠着，晃着晃着想伸手去够你，表情类似于饿了好多天的流浪汉突然看见绝世美味。总之 A 告诉我，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啊迫不及待的想害人啊，让我千万别去啊。好了，我是去完了回来他才告诉我的。他说更希望有人再不要入住了等等等。除此之外还要感谢一位小姐姐 B 啊，她是19年11月，也差不多就是楼主搬走后她住进去的。她为我们找了2张房子里的照片啊，她说她倒是没经历过什么恐怖的东西，只不过那段时间啊感情特别不顺，甚至分手等等。了解完这些之后啊，我又找到了一开始的那位楼主小姐姐，她又给我讲了几件当时在这个房间里的事儿，比如她的哥哥嫂子的奔驰一到楼下就爆胎，
发生了2次。大家看，这是购买记录，楼主小姐啊，当时买了一个手办，在家中明明没有倒掉，手办的头却莫名其妙的掉了。后来又下单买一个，结果头还是掉了。大家看，6月29买了一个，7月26又买了一个。除此之外，楼主小姐说更为诡异的是，她在那间房子里养植物，怎么养怎么死，自己养了一屋子绿植，明明房间采光挺好的，开得很茂盛，但转瞬1、2天就枯死了。这是当时一些购买绿植的购买记录啊，花也一样。她自己以前还学过养花，可在这个房间里却怎么都养不活。听到这儿啊，当时我就念了2句诗，叫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啊，植物在里面都无法好好存活去，那人的状态就更别提了。想到这里，真的令人冷汗直冒，周身发冷。说到周身发冷，最近天气降温了，冬天也马上到了，大家是否要准备一床温暖舒适的暖绒被呢？我们的老朋友神奇小鹿这款蓬松柔软的泡芙暖绒被，一躺上啊，我就不想离开了。我这儿昼夜温差大，晚上盖着这床厚的，保暖刚好。要是暖和点的地方，还可以看看188的4季被，做工细节啊一样顶。以前厚棉被啊一层叠一层，底下还要铺个电热毯才能过冬，上被压得喘不过气，下被热得身体干燥难耐。不换羽绒蚕丝被，难道是不喜欢吗？还不是上千块的价格呀，太劝退。而这床只要268，保暖轻盈，两手抓。里头的3层安心棉可不一般，中间夹着远红外发热面料，不用月月暖被子就自动能适应身体温度升温。表层还是软糯的超细氮纤维，跟躺在云朵里一样舒服，紧贴着身子不漏风。特殊的3维螺旋结构让被子更蓬松透气，不像棉花被闷着一股湿气啊，我都快成为细菌和螨虫 play 的一环了。4周的固定很精细，睡觉爱乱翻身也不会跑棉。关键是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级面料，爱裸睡的朋友这波可有福了。刚好上新，还碰上活动大促，价格优惠可以说是拉满了，质保售后运费险也都有，还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啊选尺寸选颜色，数量有限，抓紧去评论区领券。网传有网友说，最近的一次是一个不信邪的小伙子以1500元一个月，大大低于附近的均价啊。我后来查了一下，这里整租的话，这个房子应该是6、7千左右，所以他1500拿下，那真的是太反常了。他住进去了，没想到第一晚他就梦见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给他吓得第2天就要求房东退房。咱们前面讲啊，19年的时候，房东还不给退押金呢，不承认这里是凶宅。到了这个24年啊，房东二话没说，连押金都给退了，可想而知这几年啊里面发生了什么。最后啊，大家可以放心，某书上啊一位博主老哥咨询了附近的这个中介啊，得到的答复是这间房子暂时没有被租出去。好，以上就是管庄凶宅的后续。接下来啊，再给大家讲一个从前没有讲过的上海凶宅事件。2019年，一位叫付敏的女性楼主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租房时遭遇的离奇恐怖的事件。楼主说，事情已经过去2年多了，现在每想起还会后背发凉一下。讲述的都是我本人当时的亲身经历，没有任何夸张和捏造。他当时工作在浦东区，所以租房租住在了广兰路那边的某某苑小区。我们简单上网搜索一下这个小区的信息，发现确实里面的4期某栋发生过凶案，还有这个小区的一些闹鬼相关传闻沸沸扬扬的，还有人说里面发生过碎尸案，当然了，真假未知。楼主说，当时因为着急找地方住，所以那天晚上就联系了一位中介去看房。中介骑着小电驴带着楼主看了几家，都不满意，直到最后中介阿姨说还有一家空间很大，独立厨房卫浴，价格也不贵。楼主说，我当时每个月工资才5000多，真不想把太多的钱花在房子上。一听说条件不错，那就跟中介去看看吧。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阁楼，房间非常大，还带一个蛮大的阳台，只不过这阁楼的房间顶是斜下来的，让人感觉有点压抑。评论区还有许多朋友表示租房尽量不要租这种斜着的顶层阁楼，确实生活中会让人感觉到很压抑。还有楼主说，整个房间几乎都是阴面，非常暗。我住进去之后白天都得开灯。房子的总面积有50多平左右，中介说每月1600，还可以押1付1，而且不要中介费。
楼主非常高兴。虽然房子略显昏暗压抑，但1600块钱能在浦东整租50平的房子，还家电齐全，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想都没想，租房合同就签了，还跟朋友开心的炫说：“没想到啊，这么着急找房子，居然能找到这么好的房子，那简直中奖了。”可后来没想到，真的中奖了。2年后搬家入住，1周后，第一件怪事出现了。这晚啊，楼主去机场那边开会，晚上是在机场那边的酒店住的。在机场酒店睡觉的时候，突然梦见床头有一个人垂下头对自己说：“你知道吗？你住的那个地方不干净。”楼主梦里听到这个话，生气了，抄起枕头就去砸那个人。没想到，一边砸，对方还在一边嘻嘻的笑。楼主一下就吓醒了，一看是夜里2点。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继续睡了，然后就没再多想这个事儿。开完会之后啊，回到城里，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这2天啊，有个闺蜜在上海短暂停留，楼主就让闺蜜也住进了自己家，在餐厅的地方给她打了个地铺。可是几天后，闺蜜说：“我总觉得怪怪的。”住进来之后啊，这几天每天凌晨3点就会突然醒来，醒来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3点整，而且是瞬间清醒那种。之后啊就睡不着了，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楼主问闺蜜：“你是不是打地铺不舒服啊？要不去床上睡？”闺蜜说：“绝对不是。”可没想到啊，闺蜜走了之后，又过了2天，楼主也开始做噩梦了。楼主说：“我经常梦见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扎着2个辫子，蹲在背后的床上，对着我的耳朵唱歌，连歌声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女孩说：“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唱歌给你听。”然后楼主又瞬间吓醒，发现啊，房子里昏暗的，什么都没有。但楼主说，每次噩梦中醒来，自己躺着的姿势都和刚才梦里看见小女孩时一模一样，只不过唯独这个小女孩不存在而已，和之前管庄那个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他晚上梦见窗边有一个女人恶狠狠地看自己，然后他吓醒了。醒来之后，他发现窗边没有女人，但是自己此刻的这个姿势和刚刚梦里看见女人时一模一样，所以就也分不清这到底是梦还是真实的。楼主说那段时间他经常做这个小女孩的梦，可是他依旧暗示自己是工作太累了，有点神经衰弱。楼主那段时间还去淘宝买了把开光的桃木剑挂在床头，但是没有用啊！评论区和网友们讨论，大家都表示网上买的那些什么辟邪呀、桃木剑啊都没用。当然，要是有广告商给钱，我可以说有用。更可怕的是，楼主说他还开始工作不顺了，时常生病，有时候晚上在浴室洗澡还能听见细碎的男女说话的声音，感觉那声音是从下水道和墙里伸出来的。因为他这个卫生间很狭窄，没有窗户，3面墙1面是门，他怀疑是楼下的人看电视，声音顺着下水道上来了。噩梦还在继续，而且大多时候这个噩梦都跟小女孩有关。有时梦见是荒废的游乐园里疯狂运转的过山车，伴随着一群小朋友的笑声。有时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屋子里，每个人都是青紫色的脸怼着我笑。还有更恐怖的画面，一帧一帧的脸啊朝我扑来等等，以至于后来楼主说我整个人都习惯噩梦。楼主说呀，人呐被虐多了，竟然会逐渐接受。再后来啊，楼主说更夸张的是，房里的东西会莫名其妙的改变位置，而且我可以确定绝对不是有外人进来，也不是我记错了。我晚上睡前会确定把门窗反锁了，然而一觉醒来，本应在地上的衣服忽然出现在椅子背上了。头一天晚上找不见的衣服，第2天醒来发现它会出现在脚边。楼主一度以为是自己梦游或者精神记忆错乱，可是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让他否定了这一自我怀疑。再后来，男朋友休年假从国外回上海，也住了进来。男朋友有好几次半夜醒来，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又做噩梦了？楼主没有说太多。有一天，楼主出去上班了，男朋友一个人在家里侧躺在床上玩手机，结果突然感觉身边有人扑通，有人坐下来了，而且回头一看，床上扑通这个位置还凹陷进去了一块。男朋友以为楼主还没走呢，转身说话，发现家里根本没人，给男朋友吓得够呛。
大家想一想，你一个人在床上侧躺着，突然背后扑通一声，感觉有人坐下来，你一回头看，发现这床还凹进去一块，结果房间里什么人都没有，这得多吓人！时间来到2017年8月，楼主说大家都在看我的前半生啊，那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追这个电视剧。晚上打开电脑，坐在床边的地垫上追剧，追到11点半左右啊，实在太困了，我就点了暂停，把电脑开到了休眠状态，然后就回床上关灯睡觉了。可到了凌晨4点，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醒来一看，发现电脑被人打开了，电视剧在继续播放，演到罗子君和唐晶在聊天，我被电视剧里的对白吵醒了。楼主说我真不懂什么情况能把暂停的电脑给播放了，而且休眠的电脑还重新打开了啊！男朋友也吓得够呛。那么和我们之前讲的许多凶宅当事人一样，为什么一开始不搬走呢？楼主给出的理由啊，和其他当事人基本相同，那就是在上海找房子搬家太麻烦了，每天996工作真的很辛苦，而且房价又那么贵，能找到一个便宜的呀不容易，只能没办法就先将就了。而且楼主觉得除了做噩梦啊，这个东西对自己没有太大的伤害，毕竟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过最后楼主还是搬走了，因为那一次啊，他感受到了来自凶灵的恶意，似乎那个东西无法容忍我在里面。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周日早上，楼主说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感觉要醒来了，就翻个身平躺准备睁眼。楼主说忽然感觉一个重物一下子坐在了我的肚子上，我很清楚这不是所谓的鬼压床、睡眠障碍什么的，因为我的身体其他部分能动，只有肚子被压着，就像一个东西突然坐到我肚子上。楼主说我当时如果嘴里含着一口水的话，会瞬间喷出去。他甚至还听到了那个东西当时在被子上的摩擦声。大家想啊，如果家里养宠物的话，突然坐到你身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他家里没有宠物。楼主瞬间被吓得浑身抽搐，但他同时意识到，只要我足够凶，这个鬼呀，他会怕我。于是他凶神恶煞地大喊了一句滚，然后被压的感觉瞬间消失了。楼主迅速起身，一边穿衣服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穿好衣服后，拿起手机和钥匙，夺门而出，跑到外面的便利店，晒着外面的太阳。第一次感觉是太阳在保护着我，寒意才一点点蒸发。事已至此啊，再不搬家，脑子就真有问题了。于是第二天周一，他跟老板去请假去了。楼主说老板人很好，哪怕是我给出的请假理由非常荒诞啊，家里闹鬼，我要搬家找房子，请2天假，老板还是给批了。楼主说因为周一当天晚上有个重要的饭局，得回家换一套相对正式的衣服，于是周一中午啊，我趁着阳光充足的时候胆儿大回家换衣服。进家门后啊，楼主迅速打开衣柜找衣服，想赶紧换好离开，结果越急越找不到。此时楼主气得跺了一下脚，没想到跺脚的一瞬间，他要找的那件正式一点的衣服忽然落到了自己的脚边。他愣住了，刚刚明明翻遍了整个衣柜都没找到，这衣服是从哪儿掉下来的？来不及多想，楼主赶紧穿上衣服准备出门。他说自己居然还脑抽般的小声说了一句谢谢你，说完又被自己这句话给吓了一跳，于是又夺门而出。第二天啊，楼主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外面找房子，找到了一个又小又贵，但是阳光能直射进来的房子，周边也更为热闹，烟火气更足，于是顺利的搬家了。楼主说我搬出来以后啊，就再没做过噩梦了，即使有噩梦也是1年顶多1-2次，这是正常人的频率。相比之下呀，在那边那是天天做噩梦，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最后楼主说，空间和维度这些东西啊，人类本就还没研究透，也许鬼啊是更高维的生命体，他们能看透我们的3维世界，我们却看不透他们那个维度。故事完。最后啊，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这位网友说啊，自己去年找房子，其中一个房子他一进去就感觉不舒服，回去一查才发现里面曾经发生过碎尸案，一个男子啊把女友给杀害了。有网友猜测说，楼主这个房子里的脏东西啊是个小孩，他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喜欢跟你玩。楼主说我也觉得是个孩子，因为我那段时间总做噩梦，总跟小孩有关，也许是个调皮鬼吧。这位网友说自己接触过非常多这种情况，这样的房子啊应该是死过人啊，流产的居多。这位网友说我阳气重不怕鬼，楼主我做你的男朋友吧。好吧，这算盘珠子打得啪啪响。这位网友说
楼主住的房间啊，不应该算凶宅，就是空置久了，加上常年没有阳光，一些所谓的脏东西啊，就在里面定居了。你突然搬进来陌生人，对方肯定想赶你走啊。层主还说自己遇到过无良房东用这种凶宅吓唬人、吞押金，非常恶心。这网友说自己曾住过1整年的凶宅，那也是个顶楼，2室1厅，家具齐全，价格竟然和同地段同类型的1室1厅相同，还可以按季度付款，以为自己捡便宜了。住进之后啊，发现接二连三的家电损坏，洗个澡的功夫啊，房间里的平板本来是暂停的，突然开始播放视频了。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后来的一天突然梦见一个中年妇女死于意外，慢慢的开始他整宿的失眠，一闭眼就感觉有东西压着自己的头，已经不是一般的恶鬼了，必须要出重拳。于是找了所谓的师傅来看。师傅说你的房间里啊有个横死的女人，大概30-40岁啊，请了2道符，后来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啊又开始闹了，但由于懒惰战胜了恐惧，一直拖了1年，最近才搬家。他说的这个应该就是咱们之前讲的一开始轻后来凶，这个是最可怕的。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犯罪嫌疑人3天2头上桌子，把爸爸的电脑踢灭，导致爸爸好几次打游戏和工作时被迫重新连接啊。犯罪嫌疑人正在低头自省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也进步了啊，像发射火箭一样，买了一个防猫踢装置，又花了9.9块，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吗，月月？啊，你看月月在低头反思自己的罪过，啊，小猫咪还是很懂事的，对不对？爸爸贴贴，贴贴月月，啊，不准咬爸爸，你这是反省错误的态度。爸爸最爱月月，打死月月，打死月月。